他出生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旧家族，却一步步在乱世中攀爬到财富的顶端。他见过战争、灾荒、黑市所有的肮脏，也握住过别人不敢碰、不敢说、更不敢问的底牌。今天当人们提起 LG 集团，看到的是横跨全球、年营收超过200万亿韩元的商业帝国，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的开端埋藏着怎样一场场暗潮涌动的交易。他巨人会到底凭的是什么？是真的靠商业头脑打下江山，还是靠嗅觉、胆量和那些只在密室中流传的机会？战乱、黑金、暗盘，到底谁是背后真正的推手？今天就让我来为你讲述巨人会及其 LG 家族最隐秘的创业之路，这才是财阀的游戏。1907年，巨人会出生在朝鲜庆尚南道锦州，此地自古便是半岛南部的文化重镇。朝鲜王朝鼎盛时期，这里书院林立，士族聚居，是儒生们人人向往的读书圣地。祖父巨然杲是货真价实的五品文官，做过弘文馆校理和春秋馆官员，是朝鲜旧时代标准的士大夫。父亲巨在书虽不曾为官，但仍然维持着家族的体面，家中有几分田地，有书香，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声望的士绅人家。所以巨家算不上极富，但也绝对不愁吃穿，反而是属于那种脸面比性命更重要的传统儒家家族。从小巨人会就在祖父巨然杲的言教之下长大，老爷子当过官，信奉的是正统的儒家家法。每天清早天没亮鸡没叫，他就把巨人会领进书房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来给我大声的念，读不出声就罚跪，坐姿不正就拿尺子打手心，摇头晃脑的念叨这一句话：士农工商，商排最末，读书做官才是正道。整天跟庶务杂事搅和在一块，那就是自降身份。小子，你给我牢牢记住，这是我们巨家的祖宗家法。可外面的时代已经变了。1910年后，朝鲜被日本吞并，科举制度废除，传统士族阶层也因此彻底失势，早已经没有了可以上升的通路。旁人说他：老爷子啊，你以前的那套不行了。可老爷子却完全不屑一顾，说道：哼，妇人之见，学成文武艺，或与帝王家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这做啥能有比做公务员更香的吗？想当年公民哥哥豁出108位兄弟的性命，都想着做公务员。别犹豫，考公，考公才是最好的出路。至于给哪家的地，谁家的王当差，那是另外一码事。老爷子嘴是硬的，可说到底1912年连大清都亡了，别说是朝鲜，以前像他这样的旧士族靠的是3样东西混饭吃：一地租，二朝廷俸禄，三还有老卢的那张脸面。现在皇帝没了，发退休工资的朝廷成了历史，这家道呀终究还是走了下坡路。巨人会是家中6个兄弟里的长子长孙，全家都指望着他有出息。老爷子虽说是迂腐，但他也知道现在公务员考试不考四书五经了，改考数理化。这学数理化就要去日本人办的新学堂，但这学费家里有些负担不起，那怎么办？老爷子和巨人会的爹两人打起了小算盘。话说隔壁村的许财主家有个闺女，年龄和巨人会相当，干脆咱们上门提亲，早些成婚，让许财主出钱送咱娃去新学堂。再说了，这将来咱娃考取了功名，他女儿不也跟着享福吗？是占了大便宜，我看就这么办。于是13岁的巨人会就和邻村的财主家千金成了亲。邻村的许万直许财主能把闺女嫁进巨家，心里其实挺得意的。换作早些年，想攀巨家这门亲，连门槛都摸不着。所以当老爷子提出让他出钱供女婿读书，许财主想都没想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在老丈人的帮助下，先是念了几年小学，补了些文化课。到1924年，巨人会进入京城中央高等普通学校就读，一家人满心盘算着，只要高中念完，回晋州在当地政府部门混个一官半职的，应该问题不大，稳稳当当，既有脸面，也算是翻了身。可现实的情况是，仅仅2年后，1926年，巨人会就不得不辍学返乡，原因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。回到晋州老宅，20岁的巨人会想了很多。他曾经相信听话、读书、考学就能换一条体面的路，但在汉城，他亲眼看到的，真正能翻身的人，靠的从来不是课本上的知识，不是成绩，而是金钱、门路，还有可以拿来交易的人情。学校里，哪怕是成绩最差的人，只要家里有人脉、有钱，就能安插进政府部门。而他这样的寒门子弟，哪怕再怎么努力，也不过是苦熬资历，做一辈子最底层的小吏。更何况他连个完整的学历都没有。那天夜里，他第一次看清了这个世界。
规则只是用来圈住笨人的，聪明人只信利益，而利益从来没有对错。别和我口口声声提什么仁义道德，这世上的人只看得起2样东西，拳头和钱袋子，其他的都是狗屁。于是他做出了违背祖宗家法的决定，下海经商。老爸巨在叔听说儿子要去做买卖当小贩，气得当场摔了碗，怒骂巨人会是个败家不孝的东西。可骂也没用，20岁的巨人会有了自己的主意，就算是老爹也拦不住他。那么他第一个要做的买卖是什么？按照咱们今天的说法，搞社区团购，做团长。东街的小姐姐要雪花膏，西街的大妈想扯布，巨人会就拿着小本本挨家挨户的吆喝，来，想要啥自己登记，接龙团购，我帮你们拿批发价，绝对比店里便宜。然后他就跑去马山、釜山这些大城市，一趟趟的进货带回晋州，靠着薄利多销赚第一笔小钱。当时在晋州圣山里的市场上有个日本人开的大杂货店，老板叫村上，是地头最有势力的商人。每次去市场，巨人会见了村上，笑得跟朵花似的，点头哈腰，嘴里恭维着村上老板生意兴隆啊，发大财啊。转头在妈妈群里就喊朝鲜人要爱国，别买日本人东西，谁买谁丢脸。嘴上笑，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。就这样，巨人会在夹缝里一点点攒本金。5年后的1913年，他和弟弟一起开了属于自己的铺子，取名巨人会商店，主营棉布与丝绸，兼营木材和日用杂货。刚开张时，兄弟俩干劲十足，早出晚归，什么苦活累活都自己扛。第一年账一清，亏了500元，相当于当时100担米的价值。因为他们忘了当初跑单帮当团长，除了交通车费没啥成本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做店经营，房钱人工税费杂项，这些都是钱，都是成本。第一年就把这5年攒的老本都亏完了，这对巨人会来讲不是赔钱，是半条命没了。运营资金告急，眼看商店就要撑不下去，巨人会咬咬牙想出了拿家里的田地去抵押，从东洋发展公司贷了8000元，说白了就是高利贷，把老爹这气的呀就差要上吊了。这是彻头彻尾的把身家性命都押了上去，要是失败了，那么一家人就只能去要饭了。反观巨人会，他很清楚，现在借了钱不代表就能翻身，按照正常做法，慢慢卖货，慢慢攒钱，只会慢慢痛，慢慢死。在赌桌上，你想要快速翻本，输1块钱就要下5块，下10块，下大注。那年冬天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开始秘密囤货，不是为了日常生意，只是为了赌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。他从马山、釜山等地大量收购木材、棉布、杂货，不惜压低利润，只求一件事，囤得越多越好。因为他察觉风向已经变了，这件事大舅子许善久起了作用，因为他当时是东亚日报晋州市支部的支局长，没事就给他带消息。东京的报纸在炒作，满洲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殖民地的市场价格也开始松动。巨人会明白，朝鲜再小也是日本的补给线，未来进攻大陆的跳板，一旦打起来，物资必然疯涨，届时谁手里有货，谁就是赢家。1936年大洪水爆发，南疆决堤，晋州全城沦为泽国，仓库泡了，货砸了，旁人纷纷关门大吉。可巨人会反手又借了一笔大钱，趁着洪灾后市场混乱，把滞销木材、积压布料通通收了个遍。别人眼里是烂泥，他的眼里是金矿。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中日战争正式开打，全国军需暴涨，建材、棉布奇货可居。晋州的商人们还在观望，而巨人会手里握着整个晋州最大的库存。接下来，城里城外缺货的商人、着急的百姓，木材布料一批批的出货，连价钱都不用讲。短短几个月，他净赚了8万元，一把翻身。此时的巨人会早已脱下了儒生的长衫，穿上了适者生存的铠甲。战争、洪水、苦难对于别人是灾难，对他却是机会。这就是巨人会 LG 家族藏在血脉里的生存逻辑。这一年他正好30岁。1945年，随着日本的战败，殖民统治也走到了尽头，朝鲜半岛一夜之间从秩序跌进混乱，兵败的日本人仓皇出逃，遗留下堆积成山的物资设备，而朝鲜本地的商人们大多也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，没了供应链，没了后台，没人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下来，因为原来的供应链，原来的所有一切都在日本人手里。此时的巨人会站在人群里，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眼神出奇的平静。他知道这一次又是一场新的赌局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
1945年11月，巨人会关掉了原本的巨人会商店，在釜山另起炉灶。新公司的名字起得很讲究，朝鲜兴业社，表面上挂的是杂货和运输生意，实际上巨人会眼里盯的却是战后遗留的资产和即将重组的市场。现在什么都有，但又什么都缺，只要动作快、手狠、人脉到位，就能在这场混乱中赚到暴利。话虽如此，可这一切容易吗？不容易。釜山港口被美军接管，原有的日本供应体系一夜瓦解，物资流通完全断裂，黑市交易泛滥。朝鲜兴业社起初也只不过是在夹缝当中求生存，靠着和原来的日企老厂长、仓库管理员的一点关系，东拼西凑的进货，再转手倒卖。油脂、布料、日用品、化妆品、半成品，只要能换钱的他全收，尤其是小姐姐们用的雪花膏、粉底，成了他战后最紧俏的奢侈品，一小盒在黑市上就能翻几倍卖出。所以这做生意还是女人的生意好做，大老爷们的生意狗都不如。卖你个 LG 显示器，你又是比参数，又是嫌弃它便宜没好货，质量差，烦都烦死了。于是巨人会决定就做化妆品，走日化美妆赛道。但凭自己现在的资本和在釜山的人脉关系，终归是力不从心。他必须再拉一股新势力，那就是许家。你问是哪个许家？当然是老丈人家那个许家，老丈人许万之的远房表兄弟许万正。所以兄弟们，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娶好老婆发战争财的路子？那么这个许万正什么来头？在当年他家有万担之家的称号，就是家里称1万担大米，有钱的意思。相传在日据时期，他还暗中资助过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，所以声望极高。于是1946年，许万正的3儿子许准久带着资本正式加入了朝鲜兴业社，负责跑外勤，开拓销售网络。许准久有日本关东中学的学历，会讲日语，会开洋枪，懂得如何与美军的那些官员打交道，能在乱世里周旋各种势力。靠着许家的资助和许准久的人脉，朝鲜兴业社终于稳住了脚跟。但巨人会心里很清楚，靠卖别人的货终究不是办法，要确保货源只有自己办厂生产。机会很快自己找上门来。釜山有家叫新亚化学的小厂，原本是日本人开的，专门做化妆品原料。朝鲜人接管后，开始生产雪花膏、面霜、发油。最早巨人会的朝鲜兴业社正是代理他们厂的产品，但这家厂内部最近爆发内讧，他们的技术骨干金俊焕和厂老板闹掰了，要辞职。那么这个金俊焕是什么人？他是朴正熙后来朴大总统的连金。此时离职的金俊焕掌握着全部配方、生产技术、原料渠道，却苦于没有资金，于是他找上了巨人会的弟弟巨正会，提出合作，你们出钱，我出技术，一起干。巨人会一听，没有一丝犹豫，立马同意。用攒下的利润加上许家的投资，又卖掉一块祖上传下来的地，终于凑齐了启动资金。1947年1月5日，釜山西大新洞一家简陋的小工厂挂牌成立了，乐喜化学工业社，创始人是巨人会、巨正会、许准久、金俊焕4人，加上亲戚街坊临时招来的工人，总共不过20来人。第一款产品名叫 Lucky Queen， 西式女明星封面，英文商标，定位漂亮，价格平民，一上市立刻就卖疯了。釜山卖断货，汉城卖断货，大邱也卖断货，女人们抢，黑市倒，连驻扎在朝鲜的美军家属都开始偷偷的倒卖。从1945年到1950年，短短5年，当别人还在瓦砾堆里哭泣，巨人会已经一点点地搭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。1950年，当半岛的枪声再次响起，他望着窗外对自己说，越乱的世界越是赢家的天堂。这年6月25日，北方的金将军觉得是时候让南方的同胞们也感受下太阳的温暖了。于是北方的恩群军3天之内打穿38线，汉城沦陷，朝鲜半岛局势彻底失控，工厂被炸，城市沦陷，交通中断，所有人的命都是悬着的。整个南方只剩下釜山这一块孤悬的弹丸之地，死死撑着。而巨人会的乐喜化学就设在这里，让他有幸躲过战乱。战争开始后，朝鲜半岛生活物资全面断供，牙膏没有了，肥皂没有了，塑料制品、梳子、饭盒甚至布料，只要能用的全成了抢手货。市场上什么都缺，而乐喜化学的仓库里还堆着一批批原料和半成品。工厂还在，机器还在，技术还在，所有的关系链条依然还在。别人还在为痛失亲人哀嚎，巨人会悄悄地把机器重新开了起来。塑料梳子、小水桶、饭盒、牙膏、牙刷、塑料换洗用品，每天黑市商人排着队在厂门口等货。
军需代理、逃亡商贩，甚至南朝鲜临时政府部门的人都在找乐喜化学要货。现金一捆捆的扔进厂子里，物资一车车的出去。暂时没有合同，没有承诺，只有一句话：谁能拿到货，谁就能活，谁就能发大财。在废墟上，巨人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扩张。1950年底，他增设临时生产车间，把厂房夜以继日改造，扩产牙膏和塑料小制品。1951年，趁着釜山美军物资流入，打通了新的原料采购渠道，拿到了暂时稀缺的甘油、塑料树脂等进口原料。1951年下半年，乐喜化学开始推出低价的牙膏产品 Lucky 牙膏，填补了整个釜山乃至南方市场的空白。同时期扩大塑料制品线，小件民用品迅速渗透难民区、驻军区、黑市流通渠道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瞧塑料脸盆、饭盒、水桶、雨披帐篷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别说是战争，就是遇到像地震、水灾这样的灾难，这种东西是最紧俏的刚需物资。巨人会不是靠救济粮活下来，而是靠精准地抓住了乱世中最紧急、最基础的消费需求。战争给了他前所未有的舞台。整个南方市场竞争对手不是死了就是瘸了。乐喜化学趁机扩张，从釜山一路干到大邱、光州、蔚山，产品线更完整，渠道更深入，品牌也扎进了难民和普通民众的心里。1953年7月，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署，3年的血与火将这3000里锦绣江山变成了满目疮痍之地，北边半岛成了一片焦土，南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在这片废墟上，新秩序、新赢家正在重新排队，巨人会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。战争结束后，韩国进入了所谓的美援时代。美国为了扶持南朝鲜政府，开始大规模援助粮食、医疗物资、基础建设材料。同时，随着美元涌入，一批新材料也随之而来，聚乙烯、聚氯乙烯、合成树脂、基础化工原料。这些原料在战前根本没人知道怎么用，可对巨人会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。战争期间，他靠着老关系摸清了美军物资渠道，甚至用小规模走私来的合成树脂做过试制品。别人还在研究这些洋玩意儿怎么处理，乐喜化学已经开始小批量生产塑料制日用品了。1954年，乐喜化学在釜山重新扩建工厂，同年拓展了塑料薄膜、塑料盆、塑料杯等轻工业制品。1955年，乐喜化学抢在全国竞争对手前面推出了第一代国产塑料牙膏管，同期首度布局全国，大邱、光州、仁川、汉城开设销售代理网。这个阶段，巨人会的打法很简单：抢原料、抢产能、抢渠道。美军物资到港，第一时间打通关系拿配额，塑料厂原料短缺就提前吃下仓库，断别人的后路。物资管制松动前，先拿地，先开厂，抢占空白市场。对手们还在写申请报告的时候，巨人会的牙膏和饭盒已经装上了卡车，开进了市区。别的企业还在清理战后废墟，乐喜化学已经完成了产品线升级。而这一切没有秘诀，只有一条简单粗暴的生存逻辑：趁乱起步，借势发育，先下手为强。到了50年代中后期，韩国民用品市场逐渐稳定下来，牙膏、塑料梳子等塑料制品成为每一个家庭生活的标配，而 Lucky 这个名字也从黑市小摊位走进了千家万户。没有人知道背后的血汗、关系、勾兑、打点，只看到货架上那个便宜又好用的牙膏和水桶。到了这一天，巨人会成功了吗？并没有，他心里很清楚，靠这些小货色赚的钱，今天的他顶多只能算一个富商，距离山顶还远着呢。未来他的战场不会在市场上打，而是在政策上打，在政府衙门里打。政府要扶什么，国家要推什么，资本要往哪里走，这才是真正能撬动一代财阀崛起的杠杆。而他要做的是走对门，选对边，讲对话。真正的财阀游戏才刚刚开始。1958年秋，日本通产省最新发布的白皮书传到釜山，短短几十页的文件里透露出对未来的预言。下一个10年，电子工业将成为国家财富的支柱。这份文件迅速在韩国的政商圈流传开来。这里 UP 要做一个背景补充，为什么日本通产省的白皮书会被韩国人重视？因为韩国在那时没有能力自己独立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。日本作为亚洲当时最先进的国家，它的白皮书被看作是未来亚洲经济方向的晴雨表。韩国很多政界、财界精英，包括后来的朴正熙政府，都在私下参考日本的经济政策，找出我可以复制些什么。当看到日本明确说未来10年电子工业是支柱，韩国人就意识到，如果我现在不跳到电子工业，未来会是死路一条。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，谁能率先卡位电子产业，谁就能控制新的国家资源配置。
1958年10月，巨人会的金星社就此成立，主营生产收音机电器零部件，比如变压器、电容器等等。你说人家日本人夏普早川德次，或者是咱们前2期说的摩托罗拉保罗，人家那个是真的创新，有研发，高精尖。他一个韩国人巨人会能有啥技术？无非是进口点零件拼装一下，毕竟当初是做塑料脸盆的。不管了，开足马力抓紧生产。巨人会对自己说，风向对了，猪都能飞。不久之后，第一批收音机上市了，可结果是没人买单，老百姓买不起，乡下人也用不上，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货。金星社很快资金链绷不住了。到1959年，金星社命悬一线，存银行拿利息都比做这破烂强，咱们拿什么跟日本人的技术竞争？抱怨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工厂，有人甚至偷偷把工厂的原材料拿出去变卖。巨人会召集全体员工开会，站在厂房中央大喊，电子工业是条没有路的丛林，我们是第一个去砍路的人，给我1年时间，不行我亲手关门。这是台面上对员工讲的话，私底下巨人会突然意识到一点，仅仅是压对风向还远远不够。各位，你就想，你每天晚上7点钟准时守着电视机看新闻，看国家大事，看大人物开会，你也知道国家的风向有用吗？没有一点卵用。这风凭啥就吹到你身上呢？可巨人会不一样，大概是多花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，这风就吹到了他身上。原因是成立乐喜时的技术员同志金俊焕的连金朴正熙上台了。1961年5月16日，韩国军方发动政变，朴正熙上台。几个月后的一天，朴正熙突然无预警地来到了金星社釜山工厂。他走进厂房，冷着脸巡视，什么话都没说。陪同的金星社业务科长金海秀鼓起勇气开口道：总统阁下，现在到处是日本走私的收音机，不打击走私，我们这种正经厂商根本活不下去啊。朴正熙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回答，转身离开。几天后，局势果然变了，军政府下令全国打击走私收音机，强推农村广播运动，要求每个村每个小学必须装备收音机。政府采购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金星社。巨人会没有松口气，他知道要想彻底吃下这块蛋糕，还得再推一把。他亲自拜访了革命政府公报部长李元宇，一位出身大学界的高官，恰好又是巨家的老熟人。在那场闭门会里，巨人会开门见山地说道：我们金星社能供货，能配合国家建设，只要政府需要，收音机随时安排。几天后，官方发起农村广播普及运动，第一波示范行动里，朴正熙夫妇就亲自捐赠3台金星社收音机送到农村。新闻见报，订单如雪片般飞来，原本堆在仓库里吃灰的收音机几乎一夜之间被一扫而空。厂房里加班加点，日夜倒班，连机器都来不及休息。从1961年9月到1962年底，金星社单年销售收音机13万7千台，营收突破4亿3100万韩元。60年代的朴正熙当政时期，韩国推进了第一次、第二次经济开发5年计划，国家能源政策也正在发生转变，逐步从煤炭转向石油，推行主油从碳，大规模扩建炼油厂。1965年，韩国政府计划建设第2座大型炼油厂，允许民间企业竞争。巨人会明白，他必须要跟上步伐。他迅速成立了韩国石油化学工业，并提交了一份豪华版计划书，盖炼油厂、建纳夫塔裂解厂、投资聚乙烯等原料工厂，但是被政府直接驳回了申请。原因很简单，乐喜化学年营收只有30亿韩元，没那个实力做这么大的盘子。巨人会没有退缩。1966年，他重新调整了策略，把计划范围收缩，只专攻炼油厂项目。他飞赴日本，与三井物产签下3000万美元贷款协议，又和美国石油巨头美孚签下500万美元的原油供应与运营资金协议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拉拢了一个隐秘盟友徐廷圭，朴正熙总统的大邱师范同窗，也是前国会议员、财政部政务次官出身的人脉要员。在这种政治资本运作下，1966年11月，政府正式公布第2炼油厂项目由乐喜集团承建。这一年，巨人会已经59岁。接下来一连串动作，1967年5月15日，与美国佳士得正式签约合资，湖南炼油厂丽水工厂项目启动，双方各持股50%。乐喜从此踏进了韩国最烧钱也是最暴利的能源行业。这场胜利不是靠商品，不是靠技术，依然还是靠赌对政策，走对关系。但巨人会没有停，趁热打铁，他又瞄准了另一个细分领域——碳黑。这是一种制造轮胎、橡胶制品不可缺少的添加材料。
1968年与美国大陆碳素公司合资，成立了韩国大陆碳素。1969年9月，位于仁川加山洞新工厂正式完工，年产能7500吨，填补了韩国国内碳黑原料的空白。至此，巨人会几乎用10年时间，在石油炼制、基础化工、塑料原料、工业辅料这些领域，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重工业上游帝国。手中握的是国家命脉，这才是真正的大财阀。一生豪赌，巨人会押中了每一张牌，从晋州泥地里摆摊的小贩，一路踏着战乱与废墟，爬上了权力与财富最顶端的位置。可代价呢？此时的巨人会身体已经被癌症啃吃得残破不堪，经常头痛欲裂，行动缓慢，甚至偶尔在会议桌前晃神。助手们小心翼翼，家人们焦虑不安，但没有人敢公开谈论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巨家的一切尚未完工，老爷子还不能倒下。1969年冬天，巨人会召集了家庭内部的几位核心成员，长子巨慈景，几位弟弟，还有少数早期的心腹。他没有留下正式的书面遗嘱，只是在密谈中交代了最重要的安排：公司未来要坚持实业，家族要团结，防止外人插手，长子要接班，弟弟们继续掌控各自板块，互相牵制。简而言之，表面是和平交接，本质是埋下了一颗即将引爆的家族内战炸弹。12月31日0点，巨人会在首尔元溪洞的家中闭上了双眼，享年63岁。这个曾经在洪水与战争中投机，在战后黑市里抢物资，在官商交易的桌上下赌注的男人，终于走到了尽头。他留下的不只是11家公司，不只是覆盖全国的产业链，更是一个即将撕裂家族的权力金矿。故事到这里，巨人会的篇章落下了帷幕。但 L 级家族真正的血雨腥风、叔侄相争、兄弟反目、血脉交战才刚刚开始，那是另一场更加残酷的游戏。